这是我2016年画的一副牛仔外套，这是我2025年画的牛仔外套。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画这件牛仔外套的时候是如何把握这些细节和整体的变化，怎么一步一步的画出这种超写实风格的作品的。希望大家能够在看完这些视频之后呢，有所收获。在开始画之前，我们先研究一下这一小块局部牛仔外套的褶皱的各种走势。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大片连绵起伏的大山，有峡谷，有陡峭的山峰，有悬崖，有比较平缓的缓坡，也有一些比较小的山包。那首先我们在纸上面画出来它的这个结构，看一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这边呢，我们还可以尝试一下画它的横截面。假设我们从侧面左下方去观察这一段褶皱，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这些个点位。在我们画写实油画的时候，这种把平面转换为立体的思维能力是一定要具备的。想要锻炼这种思维方式，一定是经过长时期的观察和总结。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片牛仔外套的结构。它的左侧是一个向下的缓坡，在这个缓坡上有一些小小的褶皱就好像一个小的山头。在中间的位置有一个山谷，这个山谷从上到下一直滑到最底下的很深的一片峡谷当中。上面的这一个山脊呢，是一个比较短但是很陡的一个斜坡。右边的这一片山脊呢，它是比较平缓，但是又比较薄，它把这个中间的大峡谷一分为二。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牛仔外套的纹理，这个纹理呢也是沿着山坡的走势，从一侧上来，另外一侧慢慢的降下去，然后再转过来，然后再降下去，这样的一个 S 型连绵起伏的过程。好了，我们已经分析好了这些牛仔外套的纹理，接下来呢，我们就用一个比较深的颜色，在之前画好的这种底色上面画出来这些纹理的走势。在刻画的过程当中呢，我主要还是运用的点的方法，用一些小点把一整条线连起来，而不是直接去画一条线。这样做的目的呢，也是为了让画看起来更加自然一些。那下一步就是要画上面比较亮一点的布纹了。因为牛仔外套的布料它是比较粗的，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上面一根一根的纺织线，所以如果要画这种实风格的绘画，我们就要把这一个一个的纺织线画出来。这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那整幅画作我基本上都是在使用这种最小号的笔来进行创作。我手上的这一支是一支努布洛夫的301号勾线笔，还有一支是 Escoda 的2820雕毛勾线笔。基本上这两支小号的画笔构成了我这幅画整体所有的画面上面用到的笔触。除了开始阶段铺大色以外，之后的所有的作画都是用这种小号的笔来进行的。当然这幅画从头到尾经历了1年多的时间，这笔至少也是换了每一个纺织线的细节都是用这种小号的笔一点一点的点出来的。当然我们在点的时候也要注意到它的明暗变化可以看到这个山脊的部分它因为比较突出比较亮一点，到了这个山坡的部分它会暗一点。当我们的布纹走到这个侧面的时候因为它已经是一个侧面了，我们是看不到上面的细节的，它就连成了一个面，所以侧面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布纹画得虚一点，这样它有一个转过去往下的效果。除了明暗的变化之外还有一些颜色的变化。因为像牛仔外套这种面料它是经过水洗的，有些地方没有被洗到，它的颜色就显得比较深。在画的时候要不断的更换颜色，以体现牛仔外套的这种质感。我们还可以留意一下这个位置，这是一个侧面的位置因为它是比较侧面的，所以上面的这种条纹它会显得特别的密集而且不明显。那在画这种侧面的时候，我们只需要画出这种隐隐约约有一点条纹的痕迹的感觉，而不需要把它整个都画得很明显。画完了这个山脊，我们再看一下这边的侧面。这个侧面它是有一些很小的起伏，有一些地方稍微突出一点，它的这个纹理就会更亮一些。那凹下去的地方，它的纹理就会稍微暗一些。当然我们画的时候也可以稍微虚一点。画这些走势的时候最需要注意的就是有一些面它是正对着我们，有一些面是侧面对着我们。如果是正对着我们，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纹理的宽度
要宽一些，这些条纹的宽度要宽一些，从侧面看过去的关系它就会更密一些。通过这种条纹的走势和纹理的疏密变化来表现出它这种高低起伏的质感。我经常在发短视频的说我这个其实是点彩画法，那说起来一点都不夸张，因为你可以注意到整个这一大片区域它都是用一个一个的点来组成的。那我们在画这些点的时候呢，尽量不要让每个点完全挨在一起，要给这些点之间留出空隙。在点这些笔触的时候，要不断的去寻找上面的色彩变化。这件牛仔外套我用的主要的色调是靛蓝，比如说这些比较暗的部分，我就用靛蓝加一点点茜素红，或者就直接用靛蓝来画。它的亮部除了加白以外，我还会加入一些其他的颜色，比如说天蓝、紫色啊、土黄啊、褐色啊，这些颜色掺杂在里面，会让整个色彩看起来更加的丰富，也会更加的真实。就这样一行一行的增加上面的纹理啊。画完整个这一块亮的部分，那这个底下有一块很深的、很暗的部分，像一个大峡谷的底部。这一块地方光照是很少的，我们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里面的一些条纹的效果。那我们在画这一块的时候的处理，就是需要把它画得更加的模糊。我们画油画的时候也是需要留白的，但是它的留白不是简单的像大家以为的就那一块空在这里，因为如果这样处理在油画里面，它会显得特别的突兀。我们在画这种超写实的时候也是需要留白的。就像这一块的处理，它整个是在一块比较深的阴影当中，我们将里面的细节只是说做一些略微的表现，有这种起伏的感觉，不要把里面的细节刻画的太多，只需要有这种一点点变化，让它提一提，这样子我们在看这一块区域的时候，它就有一个明显的虚实对比。在这样的处理之下，这一大块的空间就被我们处理出来了。当然，我在画这种纹理的时候，也不是一次就能画好的。每次画完一个步骤之后，会仔细的观察一下，看看上面有没有一些特别突出的地方，有一些条纹显得特别的突出，我们就要想办法将这个条纹与周围的其他的地方的细节做一些更加平衡和谐的处理，让每一个部分看起来不要那么突出，而是要把它们尽量的营造出来一种和谐的氛围感。最后再来看一下牛仔外套上面的这种缝纫线，一般牛仔面料都喜欢用这种橙色的缝纫线。我在画这个缝纫线的时候，一般也是用的土黄、土红和橙色。但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每一根线其实它都是有明暗的。比如说，当同样的一根缝纫线，它在一个暗的区域的时候，那呈现的颜色也会更暗一些。那在亮的区域的时候，当然也会更亮一些。不是说你就用一个颜色来从头画到尾。我在画暗部的缝纫线，一般会用土红加点土黄，再混合一点象牙黑，将它的颜色压暗一点。亮部的时候，我就直接用橙色加土黄，甚至还可以稍微加一点白色，这样可以清晰的看到缝纫线它沿着牛仔外套的起伏变化来改变它的色彩明暗。在我之前的视频里面，我有表达过我的一个观点，最好的细节其实是没有细节。这句话其实是在说，我们在创造这种细节的时候，不要让细节脱离整体，这样才是我们创造这种超写实绘画的最高的追求，就是让观众根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只有当他很注意仔细的去思考去看的时候，突然才发现这一幅画原来是画出来的。要达到这一点，首先是需要有非常好的耐心，你能对一个细节做到精益求精，不断的去打磨它。其次，要对于绘画的各方面有比较深刻的理解，比如说它的虚实变化、明暗对比、色彩变化，这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精益求精。在我的评论区里面也有很多人会说，这个好像没什么难度，只要有耐心就可以了。其实像这种说法基本上都是没有怎么实践操作过的人，只有当你真正的去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才能深入的了解到在做这一件事情它会有哪些困难，需要哪些方面的经验和知识。我也是经过一次一次的探索，才慢慢的掌握了这种作画的技巧。学习油画是一个缓慢的，但是又非常有意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自己的慢慢的成长，
当我们回过头再去看自己之前的作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经过自己一步一步的不断的突破，慢慢的自己的作品越来越精进，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非常的欣慰。在我学习绘画的那个时代，除了要向老师请教以外，还要自己去查阅大量的资料，练习总结各种方法。就算你去美术学校找专业的老师来学习，他的一些作画的方法，你也不是马上就能看得到，或者是能够记下来的。如果有想要学习油画的朋友，可以加入我的会员频道，或者报名我的网课。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